美国身后的人呢，一个接一个绕到美国面前。那么跟中国意外求合作，确实是场好戏，但我国不会受骗。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继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约尔与中国商务部的部长举行会议之后呢，近期又传来声音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想要访问中国。那么如果这个消息属实，这将会是中澳两国领导人自此前在印尼巴厘岛之后再次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而当然中澳两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的那次会晤呢，为双边关系呢是改善了、指明了方向再加上近一段时间中澳之间的频繁互动也不难猜测，无论是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与中国商务部长的会谈，还是澳大利亚总理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都是很积极的。至少在分析看来呢，澳大利亚已经规划好了改善中澳关系三步走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有意思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已经不止澳大利亚方面想要改善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前不久有消息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今年4月份之前对中国进行访问。据悉访问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向德国总理舒尔茨在2022年访华行程中获得不小的收获如今呢，尽管法国社会各界都对马克龙访问中国高度的关注，但是就目前而言这则消息还没有得到法国官方的证实。也就是说，爱丽舍宫方面当然还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然而即便如此，分析认为马克龙的访华计划呢也是势在必行。早些时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会对中国进行访问，一个接一个对中国进行访问，到底有什么目的？站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角度呢，如果这次的访华行程敲定，必然会大大的增强中国与欧盟之间在外交领域以及经贸上关系的合作可以说这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欧盟，那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基于此呢，基于当前的法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国内的经济危机与中国缓和关系，或许是唯一可以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拿澳大利亚来说吧，该国之所以一副比中国还要着急的样，就是想要促进对华贸易。自失去中国市场绝大部分的份额之后，澳大利亚的日子就非常不好过，继续经济低迷。而美国对此呢也是不闻不问无奈之下，澳大利亚只有重新向中国求救。至于法国有多少诚意，实际上到头来还是在美国手里攥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澳法外交战略的基调始终是不会改变的。无论是长期以来当惯了美国的奴隶，还是对中国日益增长实力的担忧，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同盟仍然是基石。虽说呢，在涉及中国红线问题上，澳大利亚等国家逐渐的收敛，也不再在语言上挑衅，但这种表态是远远不够的，难保中国向他们伸出援手之后呢，他们不会反过来继续反咬我国。至此说明白法澳等西方国家始终会站在美方一边。现在不过是有求我国才会短暂的求和，是一场好戏。然而中国呢不会再受骗，就一句话，不要对西方抱有任何幻想，努力拼搏，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才是硬道理。当然不可否认，即便是短暂性的求和呢，也会让拜登政府不舒服。毕竟至少现在自己身后的人在一个接一个的对中国释放善意，以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法澳这么做仍然可能会惹得美国不高兴。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